每一周 YouTube 都会产生大量的影片，怎么办呢？来给大家先去粗取精吧。好，我呢通过 YouTube 自动的筛选，加上我人工帮大家已经看好了过去一周最值得观看的 YouTube 影片。第一个大类，新闻时政。第一条，中国男子来马被绑架，警察入屋开枪扫射。来自于 Astro 生活圈8月2日3分钟的新闻，14万的播放。还是看一下吧，看来这个警方还是非常厉害的他讲了这个中国男子上个月被绑架，最近这个案件结束了，他当时交纳了116万美元的虚拟货币的赎金哦。第二条 ，BRICS launch interbank system， 主要是讲金砖国家大马也提出了申请，中国支持大马加入金砖国家，并且要启动跨银行支付系统和金融系统整合。来自于一个号叫 Festival， 7月30号9分钟14万的播放。这个也要看一下啊。我最近一周发现马币对人民币蹭涨得很厉害啊。好，第三条，极端主义者批评大马女双羽球不符合宗教观，要褫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有点来自于 CLEO 集美人生8月4号12分钟5万的播放。我们看一看吧 ，No comment。好，第四条谢苏组合终于拿下铜牌，实现大逆转，还是来自于 CLEO 集美人生8月5号10分钟的播报，5万的播放，其实就是大马在奥运会的第1枚奖牌。这是羽球项目的吗？是的。很不容易。大马华裔人口从 37.2% 跌至了 22.4%， 还是来自于 Astro 生活圈8月1号的5分钟5万条播放。这要看一下，怎么跌这么多啊？10%几啊？这是过去很多年啦，统计局发布了最新的报告大马2024年3410万人口，比去年增加了 0.7%， 但是华裔人口却逐年的在下降。安华说，去年虽然马币疲弱，但是今年马币要做亚洲最强，还是 Astro 生活圈7月30号4分钟4万条播放。是的，最近这1-2周的这个马币强劲势头，我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肉痛啊！最近安华都一直上媒体再来一条，他要求社媒申请执照，惹到争议。大家说大马的网络自由倒退了吗 ？Astro 生活圈8月1号9分钟3万播放。吓死人！中国有网政，这里也要准备搞了吗？不懂Broadon eMass 7马来西亚首发，这是 Broadon 的第1台电动车。官方表示电池要比比亚迪更强，本地售价要10万起步，但这辆车呢要到24年年底或者到25年才会推出。哇塞，这么赤裸裸叫板比亚迪这个在我们中国这属于不正当竞争啊！这里可以，那它来自于 Automatch 马来西亚汽车资讯网8月4日的报道，6分钟3万播放。接下来一个大类，生活娱乐，我们按照大家观看的时长分了3个大类，便于您去选择。小于4分钟的推荐2条。第一条你绝对猜不到，来自于 Mr. DI 发布了一首歌曲叫 Bersama Satu Suara 它来自于 Mr. DIY Malaysia 8月1日3分钟9万的订阅，获得了145万次的播放。待会儿我们最后来讲一讲它的歌词，不要走开。卖个大关子第二条叫 Time for Chiang Mai， 是 Malaysia Airlines， 它虽然只有11万的用户，但这条获得了50万的播放，4分钟7月30日。他讲了一个米其林星级餐厅 DC 的主厨兼老板叫 Darren， 他与马来西亚航空一起前往泰国清迈，探索这个泰国北方的珍宝。不但有清迈的景色、安南市场、大型夜市，还有清迈出名的一家米其林餐厅老板介绍如何把北泰、现代和传统的美食结合起来。一个广告获得了很多的播放。我其实只关心马来西亚航空去清迈的机票能不能便宜一点。好，那我们也可以搜索一下。接下来一个大类呢是4到20分钟的中等长度的视频。第一条不好意思是本人的，讲富都的爱心人士，8月2日播放18分钟，1万的订阅获得了6万的播放。
宋安梯的最后的笑容特别的美哦，特别甜。对，具体内容大家可以回到视频当中去播放。第2条叫2024 Olympics Vlog Part 2，是一个女孩华人讲英语叫利亚恩，7月30日放的10分钟，她有2万的订阅，获得了8万次的播放。主要是讲博主和妈妈一起去奥运现场，在巴黎看羽球，那种真实、刺激和紧张的感觉都会在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看一下，好。第3个呢是中国富豪涌入马来西亚，来自于麻辣食堂。7月31日，一共18分钟，他8万的订阅，获得了5.7万的播放。这条我看过了主要是讲马来西亚和中国房产投资的现状，以及近年的价格变化和大马市场为何稳定，租金回报高，中国富人要转移财产，避免高额税务等等。再来讲的是倒计时1周卖房卖车，从英国搬来大马，是一个博主叫 Anomal Life， 7月31号9分钟的一条，1万订阅，获得3万播放。他们等了2年，马上要来大马了。博主的老公也在做旁白，讲他们以前工作压力很大，来大马寻找更新的 lifestyle， 下周就要到达大马，欢迎。欢迎，好像她这位女博主也是上海人，但是是年轻有为的精灵人士，33岁退休。好，还有一条来自于一个只有900多订阅的博主，但获得了1万的播放，生活在欧洲，叫未来生活选哪里，7月30日的视频16分钟。它主要是讲到底是申请英国永居呢，回中国呢，还是来大马，这中间的比较和纠结。这我也看了好久了，这一位。好。OK， 那么再来2条大于20分钟的比较长的视频。第一条呢是你喜欢的 DJ 莹莹8月4日奉上的香港人移居马来西亚中，移居代价浓浓人情味和文化冲击，24分钟6万的订阅，获得了4万的播放。这个是用来我们练习广东话的很好的听力。对，应该是莹莹的一个新的采访的系列，我们也向他报名他主要是讲香港人到大马以后碰到文化和饮食的挑战，但是盛赞大马充满人情味，还有到处都有中式文化。再有一条呢叫 Mandan TKW Malaysia Main Sama Majikan di Maistri， 鼓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一家叫 Ray-Ban Entertainment 7月29号发布的43分钟的长视频，它有221万的订阅，但这条也获得了76万的播放。主要是讲一个外籍劳工就是 TKW Felin， 他在大马一个家庭做佣工，他穿得很得体，但是还时常受到男雇主的骚扰，女雇主呢对他很好，让他内疚和矛盾。主持人呢劝他保护好自己，要保持道德底线，不要为了金钱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这感觉像一个真人秀纪录片第3个大类叫社科文史，这里的内容相对少。第1条叫 Shocking Facts About Malaysia Batu Caves， 讲的就是黑风洞，应该是一个印裔的博主8月2日播放的一条7分钟的视频，4万订阅，获得了5万的播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的话，但这个呢，它的影像非常美，像电影的质感，还有很漂亮的音乐，你能够看到不单单黑风洞的风景，还有周围人民在那边生活的一些场景。我记得去年我们刚来的时候，你就说要到黑风洞去看某一个印度节日的屠妖节的各种表演，至今还没有去过。那第2条呢是 Trans Woman Brutally Murdered in Malaysia， 这个博主叫 Dark Asia with Megan， 16分钟51万订阅，获得8万次的播放不知道能不能讲，他讲了2017年大马有犯罪分子针对 LGBTQ 人群实施的暴力问题，一名转性的女性被谋杀的一个案件。不敢评价。对，我们不要评价不好意思又是本人的讲大马医疗的种种。8月3日的视频46分钟，1万订阅，获得了3万的播放。我还是蛮建议，尤其是外国人可以去看一下，了解大马医疗到底与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对，要叫你跪榴莲这次的录音质量真的是有待改进Sorry 最后一个本周值得观看的是叫直播马来西亚半山巴现况，
是一个叫 AT 路人甲的频道，2万订阅获得了8万的播放。他呢只是在那边走来走去，走了1个小时45分钟，边说边走8月4日的这一条，但是观看量还是挺好。作为一种纪实，了解半山巴现在的种种现状与些许的不堪。半山巴不就是富都吗？不就是普渡吗？对，就是普渡。我们也很喜欢这一块地方哎。好，最后呢，我们就回到 Mr. DIY 的这首歌，我大概给你讲讲这首歌被翻译成了中文，它讲了一些什么，还有呢，它中文和马来文的原文我也附在视频的下方，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它主要是讲马来西亚同一种声音，说一起用同一个声音，一起用同一个灵魂，我们共同努力，忠贞不渝。副歌是什么？叫一起用同一个声音，我们忠贞不渝；一起用同一个灵魂，为了爱，我们齐心协力；一起用同一个声音，踏步前进；一起用同一个灵魂，撒播爱的种子。这是我让 ChatGPT 说美化一点，翻译的美美的中文是怎么样翻译出来的？多姿多彩，共存共荣啊！对。OK， 这就是本周的 YouTube 关于大马的观影指南。我们下周拜拜，再见。